go。很期待今天晚上吃什么吗？我们来到了心斋桥，心斋桥，对，大阪美食之旅 ，Go Go。这好像日本的很多商店街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棚。对。但我感觉这一块是还蛮大区域的，有天棚的西门町。你看这边有 Tiffany， 所以要逛 Tiffany 的这边也有。这边也有三宅哎，有新色哦，老公有新色。好大哦，在行人用红绿灯。哦，是吗？找到了，终于可以吃了这个3瓶玉好烧。其实它不太好找，网络上说它是在一栋旧大楼的1楼。它这边真的好像旧大楼，完全都没有人。网络说这个像富士山。富士山，我就是被它那个满满的那个葱花给吸引过来的。哇！在网络上看到它堆起来，他说像一座富士小山的葱。想说你又喜欢吃葱，那我就想说，那我要选这一家。以往的那种大阪烧，它可能都是加猪肉啊、海鲜，但是它里面加的是牛筋跟蒟蒻、马铃薯。那我就想说，哦，这是什么口感啊？来试试看好了。最特别是它的面糊里面有加那个豆乳跟鲜奶油，还有山药去打发的，所以它吃起来会有绵密感。试试看。好嫩，真的很软哎，很绵哎。看起来很好吃。好烫哦！那你吃下去满满的那种食材的感觉，是不是面糊而已？是满满的食材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有奶油味，因为它不咸，因为它奶油中和掉那个酱油的那个咸味。就很特别，因为一般的日式炒面不太会加那种奶油的味道，所以跟一般的酱油炒面比起来，它没有那么多的咸口那么多，然后你可以吃得到奶油的香气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吃完啦！被推坑了。大阪的夜晚就是需要一杯酒。已经是第2杯了。哦，需要第2杯酒。我第一次来，我觉得这里也太好逛街了吧？对啊。就是可能安排个2天都逛不完，超多店的，而且超多吃的喝的。它超多，这边超多东西的。第一次来乡巴佬，这真的超多的。什么东西都有。只是没有钱而已。这个要剪进去吗？看看，满满的葱，给你另外一个。而且你看，它是甲贺流，是连续3年米其林地名灯推荐的，所以我就想说一定要来吃葱的柚子酱，所以其实它味道上来讲是蛮独特的，可以吃吃看。尤其是如果喜欢吃葱的人，这一家不要错过。它味道真的很特别，它那个柚子醋的味道很浓郁，加上那个葱花口感。而且有时候真的，其实它可能料理的方式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，因为它湿湿软软的，然后吃得出来食材很新鲜哎。
然后还有下一家，这人行道的灯也太特别了吧？嗯，这个设计也太特别了。它真的都有磨过哦，它那个角角都有磨过，它没有尖口的哦，它是卡地亚，它都有磨过，真的很用心，每一个我都检查过了。固力果，你怎么手没有举起来？这样子吗？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吗？要举高一点，耶！是这样吗？对。再裁成一半，在后面，所以它就掉眼泪了。啊，好像是旁边的店家叫他过来一点。终于吃到最后一个宵夜了，在网络上查到，就是它是史上最丑的章鱼烧，可是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它其实里面就是外面有加了那个天妇罗酥，一颗一颗一颗的。然后也有人说它是最符合台湾人吃的章鱼烧的口感，就是外皮比较酥脆感。所以试试看吧。其实很软呢，它的章鱼烧。那应该比刚刚的更有酥脆感吧？我们已经逛到这边的店家都已经关门，我们拿到最后一个，它现在正在关门，全部店灯都关了。啊？没有台式章鱼烧的味道啊。啊？但是很好吃。好。这条服饰小路进去，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一种怀旧的气氛。要走进去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小路喽。那这边小小一条，你没仔细看，没有会不会发现？你看它，就是宽只有50米而已。这边呢有大正跟昭和的历史在墙边，很小哎、很窄哎、这一条路。夫妇善哉在这里啊，就是那个红豆汤。真的是金鱼缸哎，大金鱼缸，满满的金鱼缸，福气缸。这家店很特别哦。对啊。你看，漂亮哦。你好像吃一个艺术品。对，就是。好好吃哦！它外面冰淇淋是有点像雪酪的，雪酪。然后这一个的话就是有点蛋糕啦，我觉得有点像蛋糕体。cheese cake 的那种很重乳酪的味道。对，好吃。我想要享受它，反正你来吃吃看就知道，我觉得很特别。刚刚我们看菜单，你会很像在看故事书。你会一进来，我真的，一走进来就有哇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好特别哦，你很难想象。然后你以为它只是卖甜点，没有，给你视觉，然后也给你味觉的一种飨宴，我觉得蛮值得来的。喝喝看哦。
要走这边啊？对呀，今天要去哪里？今天我们要去通天阁，去走走晃晃，然后可以吃很多好吃的特色美食哦。走吧 ，Go！ 哇，喜欢，切进来公园看看。对，哦，我们天这次王寺公园。天王寺公园，因为我们这次住在的 hotel 就是在天王寺附近，所以离通天阁走路也只要12分钟而已。啊，刚好这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园，走起路来很舒服哦。通天阁哎。大家都站着吃哎。哦。真的很有氛围感。啊，超有氛围的，而且它真的是应该是那个年代的装潢，就没有再改变。我们刚进来这家店啊，这家店里面的客人都是日本人。哦，对，很多都是2个1个人自己来，这样默默来吃早餐的。这个我刚刚隔壁的日本人一喝就是好好喝的，还有欧西，有苹果、香蕉，甜甜的，水蜜桃吗？有那种桃子的味道，很好喝诶。果汁牛奶。他说是老板啊，在1948年的时候，他是用熟成的一些水果，觉得丢掉很可惜嘛，然后就把它打成了果汁，然后深受当地好评，所以他就有果汁发源的始祖之称。好吃，而且面条 Q Q 的，很好吃哎。他们的拿破意大利面感觉锅气好足哦。那种番茄酱的甜甜香香咸咸的味道，真是属于日本人的意大利面。好一栗子烧的感觉，而且它里面有加果酱，好像是草莓果酱。甜甜的，好吃。栗子烧的甜嘛。栗子烧的酱。感觉好暖 Q 哦。而且我们已经等了10分钟，等到菜都上齐了才开始吃。它很热的，还是有热的。完了，它的蛋的厚度是让它保温的效果。好吃。吃完了。吃完了千层屋。真的耶，我刚刚看到每一个人桌上一定都会点那一杯果汁，就它的招牌。500元，吃一吃就来排队了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因为每次做了好多功课，好像看到这间很多人就跑进去，我都会被吸引住这样。对，这家叫八重胜。我觉得很特别，而且刚好这家10点半就开，然后我们就刚好吃完早餐就过来。他10点半一进来，全部客满。对，而且我们周遭全部都没有观光客，手工饭店。我们刚刚还用点餐方式，还用手写的。因为日本人直接喊点餐的方式，直接点餐啊，我们没有。看一次喽。我是觉得这样。我说这一家非常的推荐给大家，它的天成屋咖啡厅的隔壁，然后它的食材非常的新鲜，那你都可以看得到原食材呈现在你的面前，然后它是直接沾面给它提振，直接在你现场做，超好吃，它的牛筋好好吃哦。吃完啦。
撞在一起了。这里是属于大阪的老城区，很有特色哦。吃吃喝喝玩玩，吃串炸，喝啤酒，然后射箭，开通天阁。新世界。你要到哪里？通天阁。通天阁，通天阁，天天狗。跟狗通天呢、通天阁的展台。不要偷笑我。这一层楼有点像神社的概念，金色的神社，可以来看一下大阪的景色，然后也可以来这边找 Billy Can， 然后跟他祈求好运哦。这边是看到梅田的方向。梅田听说也是大阪的一个非常现在热闹的一个地标，时尚地标。该不会那个就是长颈鹿吧？对啊。是要整个出来啊！你要出来就出来，才感觉。コリアワード、イングリッシュ OK。タッチパッド、タッチパッド。很原汁原味，好清爽哦！而且他们有加冰块。补充体力。继续往前走。好热。我觉得我不了解我。多么不了解，10几分钟的路程，你就说你高估自己。结果不是10几分钟嘞，是25分钟。25分钟。对。对，我们接下来要去下一站，继续走。其实他们的街道都很舒服了，只是今天真的天气太热而已。八坂神社好多人哦。对啊，可见它非常的灵验，它的那个造型就是很大的狮子头，非常的壮观。我觉得如果有来大阪的话，一定要来这边走一走。而且我很喜欢，就是可以去祈求好运啊，去走厄运的这样子的一个神社，我觉得很有仪式感。然后而且感觉到真的好像自己有被受到祝福了，厄运都把你抓走了。达摩哎。对啊。
就是听说这间咖啡店的提拉米苏非常好吃，就是长得这个样子。每一个人哦都有点这一盘，来试试看。而且这一家店基本上没有什么观光客。还有奶油，很柔顺哎。很香哎，好好吃哦。而且它蛮柔顺的那种滑顺感，难怪我看人家介绍，就是说它是他吃过最好吃的提拉米苏。里面的气氛还蛮有自己这家店的特色，全部都是日本人。